想尽办法拐个弯，也要诓人家去骂馆长。节目也就2小时，就最后的时刻，突然转一个弯，网友提问：到底有多恨馆长？要骂馆长就直白一点，不要再拐弯抹角。你拿中华民国护照，你就是中国人，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国的宪法，不然干嘛因国家统一之前？如果台澎金马已经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了，那这捅个屁啊！捅南极大陆啊，捅美洲大陆，还捅澳洲大陆，跟袋鼠一起。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8月14号的时候，当时郑丽文去上黄光芹的节目，在野大联盟盟主以及国民党党主席拟参选人的您对于馆长的目标似乎是要说服多数台湾人可以自信大声说自己是中国人，您个人的看法如何？然后要是2028总统大选前夕，绿营拿馆长这番话来操作，你有没有信心大部分台湾人都可以接受这种诉求？黄光芹提这个问题他之前攻击馆长的那一段，到现在也依然没有道歉、解释或者是做任何的表态，所以今天呢，他拿这一题来问郑丽文，讲白了，我用台湾话讲叫做什么？这条钢构啊，就说他真的有点故意啊，想要挖坑给郑丽文跳。第一个，馆长不是政治人物了，他并没有要选举。好，第二个呢，我也必须跟大家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的宪法，所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我们都是中国人。光这一句话就直插黄光芹的肺管子。第一个，馆长不是政治人物，一集说你攻击他干嘛？可是有人整天抓着馆长骂自己骂不够还找老公来骂商人去大陆除了要登记中国台湾之外，现在还要学会两岸论述。奇怪，民进党的人去对岸，他们说不能讲中国台湾，他们一样登记中国台湾，然后他的两岸论述呢也摆在一边呢。那是不是台独吗？你不是台独吗？你怎么去啦？他们当作没看见，继续赚红钱，然后只要找到机会就见缝插针。郑丽文要扛国民党，为什么会问到馆长去？你就算要回答问题，也稍微过滤一下吧。叫逼问黄国昌关于馆长问题已经够瞎了，搞得馆长气得要死。也没有收拾，就烂尾在那边。黄国昌不计较就算了，现在呢又来逼问郑丽文，只要找到一点点可以连连看的机会，就要拿人家来修理馆长。假借问会不会影响到2028？实质上又是在批评馆长讲中国人，但要郑丽文去批判馆长。你为什么这么有执念呢？蔡英文说他自己是中国人啊，我读中国书长大，所以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就陈志汉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那他为什么不去骂蔡英文呢？我是台湾人是没有错，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念中国书长大，我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所以呢，我们是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港澳地区，所以我们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去大陆拿的叫做台胞证，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护照。这些都是告诉你，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就是中国人。如果你不想当中国人，可以。台湾是一个没有刑法100条的社会，所以呢，我就说你们就应该像曹兴诚一样说，我不要当中国人，我来推动制宪建国的运动。宪法增修条文序言，因应国家统一之前之需要，依照宪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第174条第1款之规定，增修本宪法条文如左。也就是说，这个增修本宪法条文，按照法规来说是宪法自己有规定是可以增修的，但是启动这个增修条文的逻辑是因应国家统一之前。这部宪法增修条文是基于这个前提而撰写下来，它叫做前提，前提比规则还重要啊！当我们被日本殖民了50年，我们不是中国人。那个时候的台湾人，你再怎么不愿意，你再怎么心酸血泪，你就是日本人，而且是3级的日本人，不是跟真正日本人同起同坐的日本人，你不是中国人。什么叫3级日本人？其实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属民，不能叫真正的日本人，所以他称之为3级日本人。圭亚那高地上呢，依序分布什么？盖亚那、苏利南、巴属圭亚那。当年呢是英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但是呢盖亚那跟苏利南都独立了。圭亚那呢因为没有独立成功，所以他现在被法国作为海外行省，基本上适用欧盟的法律，所以这个地方变成欧盟。所以在他把它变成欧盟之前呢，把它变成法国的直接领地之前呢，它确实是殖民地。那在那个时候，法属圭亚那人他不能称之为法国人，他要叫什么？叫法国殖民地的圭亚那人，或法国殖民地的属民，他没有法国公民国籍。可是当法国把法属圭亚那变成法国的海外行省的时候，那法属圭亚那人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了。虽然在地理上他依然是圭亚那人，但是在国籍认同上他就是法国人，他可以投法国总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殖民地了。这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什么是殖民地，什么不是殖民地，在国际法里面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规范。
所以开罗宣言就要求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并且归还从中国那里偷走的台湾、澎湖还有满洲，满洲就是东北。然后台派那群北七就是说，哎呀，开罗宣言是宣言，之新闻公报不算。但波茨坦公告里面明确表达，必须依照开罗宣言的内容来进行执行。这是波茨坦公告里面非常明确的。来，这一条最重要，我后面我就不看了啦。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须限定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所以台湾还有任何日本主权的内容吗？没有，因为日本天皇投降完全按照波茨坦公告投降，波茨坦公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没有任何可以更改条件，没有其他方式，不许犹豫，闭嘴。但是你自己看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怎么写？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太平洋上所占的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据之。另外呢，在使所有1914年，就是一战之后，借着一战时间，一战是1914打1918嘛，借着一战乱局偷占的岛屿，通通给我吐出来。第二，日本窃据之中国之领土，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归还中华民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奇怪，东北四省就是后来就是所谓的满洲，就是东三省，今天的东三省。奇怪，东三省东北归还没有任何疑虑，没有什么东北独立，没有东北独立、东北主权未定论都没有。同样一个条约出来的台湾、澎湖为什么有所谓主权未定论呢？这鬼扯嘛！因为很少人讲中华民国人啊，对，就是中国人啊。所谓的中国人，就显然会跟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是中国人这个。所以出国的时候，你大概会讲说，对不对 ？I am Chinese, I am Chinese from Taiwan。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来自台湾的 Chinese 跟来自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的 Chinese 两边不太一样。现在台湾长到台湾，他问我说要不要讲自己是中国人啊？所以我就回答是77%、78%都是。你看咯，所以是他自己在衍生了。所以郑丽文已经回答了。我没有说我们不是台湾人啊，这也太奇怪了吧，对不对？我们都是台湾人啊。对，但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我们是不是中国人？他要问的是这个啦，他不是要问我们是不是台湾人嘛？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嘛。他的意思，他问的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自己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就告诉你，你拿中华民国护照，你就是中国人。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部中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就世界比较多的国家认同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如果产生混淆，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不会混淆啊！我在这个郑丽文只要打断他，不会混淆啊，因为黄光芹想要引导郑丽文到一个特定的答案，所以他不断在堆砌前提，你知道吗？因为会不会在光谱上面，会被画到另外一边，以至于就是说，在这个大选的时候比较不好选。所以我就问嘛，有没有选票嘛？如果是这样，那好解决嘛。郑丽文他就是一个选将，他本来就是在面对选举的拷问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郑丽文直球对决啊。其实就在问有没有选票嘛，对不对？会不会没有选票？讲我这套论述是不是用2028总统大选呢？不会啊！如果你今天参加国民党，你都不敢讲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所以我们是中国人，那你就不要参加国民党啊，你去参加民进党啊！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呢？那你参加民进党，我也要质疑民进党嘛？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台独嘛？是啊，讲很清楚啊，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啊。如果中国国民党人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请问中国国民党干嘛留中国2个字呢？就地解散吧。其实国民党这么多年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4个字叫遮遮掩掩。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欣赏丽文姐的原因啊。你国民党人你自己都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你还要社会上大众说，哎呀，不要谴责中国人这件事，可能吗？你自己都把中国人丢掉了嘛。国民党谁创立的？中国人孙中山，中国人黄兴，中国人章太炎。你现在问有没有选票嘛，对不对？我的立场就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子没有选票，请你去参加民进党，或者请你去参加曹新成，因为你现在问我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嘛，对吧？不是这样子吗？既然你参加了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的主张，而国民党就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主张底下赢得多数选票的支持。哎呀，这句话。如果不敢讲自己是中国人的话，你反而会助长了民进党的气焰。对，我不做争辩，我不做争辩，因为你讲的是中国人，很容易会被认为是你表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一中宪法，他被打骂了，他说我不争辩，他用悖论的态度、请求的态度让我讲完。你就是气不过一个网红，他是个武人，他不懂写高深的文章，可是他的论述比你好，他的影响力比你广，你就气不过嘛。讲白，你不眼红，你什么是眼红？所以我觉得诚心建议黄光芹啊，要骂馆长就直白一点，不要再拐弯抹角。就是治权互不隶属啦，但是我们主权至少各自表述，一中各表。我觉得一中各表或他突然变一中各表了，叫他妈的你老公是台湾社的，能讲92共识一中各表吗？哇塞！所以你看什么
台独啊、台派啊什么，他们根本不是不懂9·2共识，他们是假装不懂9·2共识，只是因为没有人电他们。今天被郑丽文电的叽叽叽哦，突然之间呢，黄光芹连9·2共识都会了，连一中各表都会了。